旗深蓝色套装别上国民党党徽，党主席郑丽文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长达14秒。回味10年，国共两党领导人再度会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政席会。但习近平这一番话扣紧一中框架，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习近平高喊两岸关系要牢牢扣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更强调要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我们愿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台湾各政党加强交流对话。随后双方进入国共闭门会议，但面对习近平可能就推动两岸统一进程的相关讨论，有关人士就研判了，习近平想透过两人的会面翻转统派在台湾不受欢迎的弱势，尤其政协会赶在5月的川习会前举行，也让外界解读是要创造台湾人支持统一的氛围。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栋。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今天大概全国的目光焦点都会摆在今天政协会正式登场或是你的眼光再放远一点，可能全球包括美国大概也会看着政协会，因为接下来会有个川协会，政协会接下来会传达出什么样一些讯息呢？不只是在对我们国内来讲，会是什么样一些讯息？对，包括美国来讲的话，那习近平希望透过一个政协会传达什么呢？那包括郑丽文主席一直讲说，那两岸敌对状态一定要结束。那习近平也听到了吗？好，那未来那经过这一场政协会以后又会怎么样？那在今天一开始，当然就是两个人握手14秒，你知道那个秒数会算，然后包括讲了什么，那更是重点。那所有这些，那更重要就是国内在年底，包括2026甚或到2028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呢？好，那这些都是大家所观察的一个重点。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来创下。从大家会在乎嘛？第一个在什么地方？在人民大会堂，在哪里？在东大厅，哪一个厅？什么福建厅、东大厅，这些也是大家在乎的一个地方。包括握手多久？你的观察，从以前到现在，差别在哪？基本上，首先呢，要恭喜小平兄。为什么？因为政协会完毕了，你们可以看广告一样。国民党可以躺平了，休息是会走更远的路那是休息，不是躺平，是为了睡觉。你告别我开出来，确定人家躺平？我说小平可以躺平啊，你们那个广告都叫你们要躺平了吗？然后这政协会在今天上午11点终于登场了嘛。然后登场之后，大家都会在乎，因为中国很重视规格，很重视很多细节，所以呢，到底在哪边会面？然后以前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台湾厅、福建厅，因为那个都是两国的内政的问题吧，就内部的问题。但是呢，这一次选在东大厅，那很多人就讲说，哇，东大厅不简单。而东大厅呢，确确实实，习近平上来之后，习近平非常喜欢东大厅。东大厅是人民大会堂那么多厅室里面相当大的一个，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画面，习近平的背后。和上次习近平在上任之后率领他第1届的政治局常委亮相，都在东大厅然后后面有这幅图，那是人民大会堂最大的一幅挂图，长16公尺，它叫做幽燕金川图，里面画的是从整个北戴河一直到居庸关，就是古代时候对中国很多人历史里面心中一个永远的结——燕云16州燕云16州现在拿回来了，江山永固，从此再也不会被欺负。所以其实这个光摆在这个一个燕云16州幽燕金川图，所以习近平是很喜欢放在这个地方的。然后他第一次跟拜登视讯会议的时候，他也是坐在正中间，背后也要给拜登看，我后面叫做幽燕金川图，中国站起来了，江川永固。共同团结，所以今天你会看到那画面里面，习近平的背后，还是幽燕金川图，然后郑丽文你就要仰望着这个代表中国再也不受外辱，幽燕金川燕云16州再也不会是他们的一个痛，拿回来了。那东大厅呢，选在这个呢日子也很特别，今天是4月10号，对，然后东大厅呢，我们会讨论的时候呢是2年前，刚好2年前。
也是4月10号，马习二会也是在东大厅，那为什么会选东大厅呢？为什么会选4月10号呢？因为4月10号这一天对中国来讲，一直是他们很在乎的一天。1979年4月10号，在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卡特总统签下台湾关系法。所以你会看到他今天选在这个日子，选在这个状况，专门的就是跟美国在对呛，在跟川普对呛。什么？你这一年说台湾一直台湾，台湾是跟你那个什么？你们说什么？台湾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没有这回事。我就跟你对呛，所以呢，很多人讲说，哎，这东大厅是接见外宾的地方，过去那个整个跟邓小平跟戈巴契夫见面也在这里，然后接见一些所谓的领袖人物，外国的领袖人物都在这里，但是还不要忘了，见证港澳回归，幽燕金川图，燕云16州收回来了，燕云16州再也不是别人的了，所以为什么港澳回归也会选在这个地方？可是那接下来就是让你们闭门1个小时嘛。可是你会看到这一次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为什么会想说躺平？因为本来还带了舒淇去，是啊，92共识，92共识。可是你看到有提到92共识吗？现在说92共识反台独，92共识反台独，然后两岸要统一，所以你那个先前的过去舒淇讲的92共识。在这次里面，在这次里面看起来，跟香港的那个协定一样，是历史文件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主要的没有这个92共识。然后另外一个呢，这次去呢，其实是习近平非常需要郑丽文。所以你会看到的第一个是郑丽文出发的时候，7日的时候，《人民日报》特别写一个文章，专门针对高市早苗，说台湾就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利益，然后你任何的整个跟台湾的台独势力挂钩，必将迎头痛击。所以是讲给高市早苗听的，讲给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讲给你们听的。然后呢，虽然有共机在台湾这边绕来绕去，但是主要的40天在黄海北部，就是在威海那边，进行实弹演习。那个地方是对的，是1994年甲午战争，北海舰队也是秀给整个日本听的。所以你会看到郑丽文去，然后郑丽文讲了11次对日抗战，其实都是两岸是挂在一起的，两岸跟你日本无关。所以其实跟日本，然后这个，所以习近平这个外交上的意义、国际上的意义都会看到，是对日本讲话，对高市早苗讲话。然后另外一个选在东大厅，也是即将为川习会见面。你习近平一直想跟川普好好讨论台湾问题，川普就告诉你台湾一直台湾，我更关切的是你要买我多少大豆，你要买我多少波音飞机。可是他今天会告诉你说，连台湾最大在野党的领袖都在这边跟我握手了。谁说中国和台湾是各不相关的人 ？OK， 创下刚才大家把包括在这一厅，包括日期，包括所有这些帮观众朋友全部都科普过了，你就知道老共其实做事情一定是这样，在什么厅什么话，然后呢讲的内容或者是所有这些一定都有它的一些的脉络。好，但是重点是在于，那对于我们国内人，小平、吴峥两位，然后各自代表2大阵营。那我们国内怎么样看待这些？小平来从国民党来开始。郑丽文去，他一直不断的高喊，就是两岸敌对状态一定要结束，他去能够带来和平，所有这些。那国民党的人会怎么样看待你们党主席这一次？包括从过程当中，从刚才创下讲的每一个厅、每一个这些，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政协会之后，以国民党的立场，希望郑丽文主席去能够带回来一些什么东西？交流总比交战好。我觉得这次4平8稳结束了。当大家觉得很了无生趣，但了无生趣，大家就情理如一好了。情理如一好多了。不管了无生趣，情理如一，就表示什么 ？safe 啊，安全啊。不是你们去只希望 safe 回来吗？郑丽文去，请问你，我都不谈民进党的唱衰，我只谈党内。特别是几个要选诸侯的人，或者现在是诸侯的人。都有忧心忡忡，对吧？当初出发前的是不是这个氛围？那这个忧心忡忡可以拿掉了。怕被戴帽子，怕被穿小鞋，然后怕被说了什么话以后回来以后会影响到两岸关系，千万不要什么充满了创意、新奇，这要稳定度好，要就我看见稳定度是够的嘛，这一次嘛。
而且他也完成他的心愿嘛。所以我觉得结论他是整个的安全下来的话。在南京也讲出了置入了中华民国哈，我觉得对他对国民党都有小加分呐。你觉得加分？小加分呐，我觉得小加分。OK， 他说是大加分，你为什么是小加分？他说政协会，然后对年底是大利多大加分，你为什么觉得是小加分？你知道做那个政治人物的欣赏度调查，很欣赏不容易，还算欣赏度比较大，所以小加分就厉害了，算厉害了。OK， 好，那小平看起来觉得只要平稳都可以，平稳就好了。那我觉得。这次的过程是平稳吗？因为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包括赖清德总统讲了很多次，包括行政院长钟荣泰院长讲，陆委会也讲，那民党的党务也讲，你们到底担心的跟这一次最后看到的这些结果？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整个在会前谈话，其实媒体是可以进去习政会现场，去做拍摄、做转播的嘛。但是在郑丽文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最后讲到一个很关键，说我要对台海啊怎么样和平提出3个可行方案。突然媒体被清场了。小平看起来觉得只要平稳都可以，平稳就好了。那我觉得这次的过程是平稳吗？因为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包括赖清德总统讲了很多次，包括行政院长钟荣泰院长讲，陆委会也讲，那民党的党务也讲，你们到底担心的跟这一次最后看到的这些结果？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因为其实今天早上整个在会前谈话，其实媒体是可以进去习政会现场，去做拍摄、做转播的嘛。但是在郑丽文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最后讲到一个很关键，说我要对台海啊怎么样和平提出3个可行方案。突然媒体被清场了，什么凤凰啦，什么中天啦，什么通通都被请出去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还要看之后他们有没有把里面到底习政会闭门会谈里面讲了什么事出来。但我认为我担心的是可能还会有图穷匕见这一趴。那我把整个习政会就是讲一部分，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点是最近其实很多人去考古，大家知道郑丽文以前过去的立场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嘛所以现在其实他以前也针对两岸，他以前不止骂国民党，因为大家知道他以前是这个野百合学运起来的嘛，对于这个党国有很多的批判嘛，其实他以前也谈过两岸的部分，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又去考古了那我们看到说，大家这个网络上的网友就去找出来，这个是郑丽文1995年的谈话，当时呢，他发表一篇投书，叫做《与匪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讲的正气凛然。你看，1995年是郑丽文26岁的时候人当年华充满着理想，充满着正义感。他讲说什么呢？中国不愿意放弃武力犯台的主张之前，任何人都不可以，也不应该代表台湾人民跟中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后面还说，台湾人民会义无反顾地维护我们岛国的主权跟尊严不受侵犯，而自欺欺人的大陆政策以及统派的投降主义，都会让台湾人民的人权成为中国野蛮霸权的盘中你们这些资料有没有拿上肉？信长新看？信长新那句话，那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过？对，所以你看，到现在张郑丽文今天跟习近平终于见到他朝思暮想的习近平，终于两个人开心的合照握手10几秒的时候，大家可以再把当年充满正义感、充满理想性的郑丽文这一段话拿出来品一品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说，我觉得整趟习政会从过程之中到今天他的谈话，我觉得郑丽文，我不好意思，我讲我个人直观感受了，我感觉不太出来他是代表台湾一个民主政党，或者说代表台湾一部分的民意去。我感觉他更像是过去其实就是单方面的迎合习近平，迎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呢？当然，我们讨论中一些细节嘛，下飞机有没有红地毯等等。但这个一个最新的画面今天早上呢，郑丽文一行人要从这个饭店去前往到这个就是跟会谈的地点然后呢，郑丽文就早就好准备 stand by 了，这因为媒体都在旁边随时拍随时播嘛，郑丽文就先上了这个小巴。小巴上了以后，照理说这一台车是要载你的嘛，照理说郑丽文应该是这一台车上面身份应该是最重要的人嘛，因为你要跟习近平谈对不对？又不是其他人要跟习近平谈。可是郑丽文上了车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小巴也不开就在这个地方干等。
然后郑丽文就有点尴尬啊，因为媒体都还在拍嘛，他现在也没什么事做，他就这样左笑一下右笑一下，有点干。那后来等了一段时间呢，终于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车在等啊，因为中方的随行人员啊，这个还在饭店里面，后来就从饭店走出来啊，中间大概等了好几分钟啊，走出来以后呢，等到中方饭店人员、中方的这个随行人员上车啊，他们上车也没有跟郑丽文打招呼，因为照理说郑丽文准时嘛，啊，中方人陪随行人员迟到。啊，通常就算我们是同团的旅行团，有时候还不好意思，拍谁，然后刚刚今天早上这个梳洗花了一点时间，也没有啊，中方人员就上车，就进去，然后也不跟郑丽文打招呼，郑丽文也就好像马上就陪笑啊，然后就好，一台车可以出发了。所以这当然是一个细节啊，可是你看得出来说，在这一趟习政会的过程之中，中方对待郑丽文真的就有点像是以前那种天朝在对待这个周边小国啊，你这个进贡的这个来朝贡的特使啊，你们来看我们天朝，好，就是完全是一个以他为尊，以你是来者是相对比较卑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吴真。你讲到这一段，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有注意到，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讲的叫习政会，你不会讲政习会，是啊，这就是要呼应你刚刚讲，你觉得在你的观察里面，你觉得像天朝，然后它是朝觐，所以你都用习政会的意思。没错，因为确实我觉得郑丽文是单方面去迎合习近平。其实你看，包含现在来讲郑丽文谈话，他昨天晚上他在上海参加一个上海全国企联的活动，去跟台商讲话。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其实也蛮诧异的，因为郑丽文跟台商讲什么呢？他居然跟台商强调是说，我们台商啊，在中国的“15+5”计划经济里面有几个大优势，很棒啊，大家要融入“15+5”计划。然后我就想说，奇怪。15，什么是15？就是第15次5年计划经济，这个是中国方面的经济政策。那你今天是台湾国民党党主席去中国跟台商讲话，你不是应该讲说你代表来自台湾吗？你代表台湾国会第一大党，我们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要推什么福国利民的政策？我们执政的县市，对不对？国民党很多执政县市啊，台北市、台中市啊，如何？我们有什么接下来要怎么样帮助各位台商等等都没有。结果居然是郑丽文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到了中国去帮中国的国家政策去做政令宣导，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不讲我们这几年台湾经济的成长？我们现在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呢？或者你觉得政府是民进党执政，那你也可以讲国民党立法院里面你们要推什么样的法案呢？都没有。所以这个完全就是我讲的一个尊卑之分了。那再到今天，你看郑丽文今天这个他跟习近平当面谈话，哇，我觉得哇，这个法螺是吹到震天响了。郑丽文说，你看大家听我讲这一段，郑丽文说，大陆发展，而且他今天的口音非常的纯正，大陆发展在习总书记领导下实现完全脱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持续腾飞。15+5的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的台阶。哎呀，你不讲，我都以为是央视主播来了哇！有没有这一段？我发现你的发音也可以，我是刻意的，也可以很发，我是刻意的，对。有没有这一段妥完全是中国的这官方的政令宣导？我们习大大已经带领全中国全面脱贫，而且未来还要持续腾飞。然后再讲15有多好，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是代表，你说你要代表台湾的民意去交流。那你怎么不讲？你可以讲台湾的好啊，你可以讲说台湾我们这几年经济成长很好啊，去年 GDP 成长率8%啊，我们产业现在很强啊，我们希望可以跟中国这边做一些生意，你都可以去讲啊。但他完全单方面在帮中国，在帮习近平讲说他做的有多好，所以让我想到一个什么，知道吗？让我想到以前《红楼梦》讲的刘姥姥进大观园。那刘姥姥其实聪明人，大家知道刘姥姥进大观园故事吗？就刘姥姥进了那个贾府的宅子，然后大观园，哎呀，哇，怎么这个地方这么漂亮？哎呀，富丽堂皇，哎呀，连茶杯都这么贵。那刘姥姥其实聪明人，刘姥姥知道说，她也不是真的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可是她是故意要去讲说，哎呦，这个地方好富丽堂皇，吓傻我了，来让主人听了觉得很舒服，很欢喜。那大家去看郑丽文刚刚讲这一幅画。有没有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哇，15+5的规划刚刚开局，哇，未来要更富丽堂皇，有没有？那所以我就想说，那你这一趟去，当然了啦，郑丽文说要去表达善意，可以。可是如果你除了单方面去就是帮捧习近平，唱中国红，唱中国很好，除此之外，你没有讲什么。说希望中方可以去降低敌意啦，不要来共建扰台啦，也没有讲说台湾现在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民意，那你就是单方面的去怎么讲，
去献媚嘛。所以就讲到最后一个我担心的地方，我为什么一开始说图穷匕见？因为郑丽文讲说，最后他说要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因为郑丽文讲说，最后他说要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要说根本上彻底消除冲突的诱因。可是说实在的，今天台湾，我问大家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一个心知肚明问题：台湾有挑起两岸冲突的诱因吗？没有嘛。我们现在生活好好的，我干嘛？难不成有一天我们的记得舰突然开出去外海，突然咻一发飞弹射过去中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想着，我们国军每天在练就是你不要打来，你不要打来，你不要打来。然后他们一来我们附近绕来绕去攻击扰台，我们就很紧张，就这样嘛。那所以今天你要说两岸说实在有什么冲突诱因，不就是中国可能打台湾吗？其实如果要真的要这样讲，你就跟中国讲说，你不要打我。中国说好不打。如果这样那就没事了嘛。其实就这样啊。但是显然郑丽文也不走这个方向，所以当他说要去推动一个制度化、完全消除诱因的时候，那坦白说，如果你的这个要求最后不是向中方要求，是回来对台湾要求，例如说要求台湾我们要有一纸证明，白纸黑字让中国安心，我们来签一个两岸和平协议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落入了中国设下的政治框架，因为他要你签协议而不是条约，就是要你台湾承认你是中国的一部分。OK， 那我觉得刚才小平前面有讲，你会听到很多国民党朋友都讲说，那个交流总比交战好吧？就两边这边好歹对话，这是不管你刚刚有提到说有没有那个尊卑之分这些，他们认为这总是一个对话的开始，会不会是从这个角度去往下走？不，对话是好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不愿意对话。对不对？其实，因为郑主席今天讲说要推动一个制度性、可持续性对话的机制，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制度性？有啊，就陆委会对国台办还有这个海协会对海峡会对海基会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持续了？因为中方就不跟我们谈了嘛，他自己片面就不开心就不谈了。那你说你要制度性确保他永远要跟我谈，那你怎么做呢？如果你这就我讲的，如果你说的一定要持续对话，不是要求说你中国你就不要没事动不动就什么又不让我们的水果过去，又要罚我们这个石斑鱼，你不要动不动就搞这些嘛。如果你不是去讲这个，你说我看我们台湾怎么样做让你更开心，让你永远觉得很舒服，让你继续来跟我们对话，那你就是单方面的屈服，你就坦白说直接点，就是柯文哲以前讲的，那9·2共识就变下跪投降了。小平是。这一趟去对吴尊的感受，你刚刚听到了。我相信很多民进党的朋友感受大概是这样：对，尊卑之分，甚或下跪投降，类似像这样一些的字眼。那交流当然好，可是刚刚吴尊的意思就是说，他又不交流，而且郑丽文所讲的这些是要去要求老共多，还是要回头来以后变成在我们自己国内变成绑我们自己的手脚？现在两岸当然，习近平做了一件事嘛，就是他会做到死嘛，对不对？他10年任期继续延长嘛。就是现在是苦日子啦，可是苦日子寒冬也是要过日子，不管蓝或绿的这个老百姓那好日子过去，那江泽民的13年跟胡锦涛的10年，那这对那个时候9·2共识是以天剑屠龙刀砍，根本是所向披靡。那现在当然2019年1月3号，习近平定调。习近平是对两岸最紧缩的他们的领导人定调就是9·2共识没有一中各表的含金量，而是两岸和平统一方案，对吧？大家都知道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然后这个讲这个话，我们心里是不是不想跟他谈？是的，我觉得绿更不想，蓝可能也不想但不能不谈，因为讲交战一定比那个交流差嘛交战就是还是谈。当然，他也想去谈。我说郑丽文，每个人的那个意识形态不太一样。这次去有点超乎意外，就是很两边都很严谨。我相信那个逐字稿都讲得很清楚。所以4平8稳过去了以后，请问你当初是不是有2:1是看衰他是2，看好他是1嘛？当初民调。现在我就回来做民调，我就会拉平了。我觉得大概差不了多少。这个对于郑丽文其实就是加分。那为什么要对郑丽文要见面？当然，郑丽文有国民党有被创造被需要，
因为他这次是他有一点需要郑丽文，知道？因为因为第一个军购嘛，这是我中华民国为什么军购他需要郑丽文？因为你不是一直讲军购跟郑丽文的政局会没有关系？两岸好，以前呢就噶尔丹那时候康熙的时候，康熙噶尔丹来了，大换啊，然后台湾是借险之急，还记得吧？都记得这个历史故事哈。所以先平噶尔丹嘛，你不能腹背受敌啊。康熙为什么不先动台湾？我先把你噶尔丹搞死嘛，把你平定嘛，对吧？哈。所以现在康熙也嫁了一个女儿给噶尔丹，兰奇儿，这没办法，心里很讲去康熙传奇了。对，那现在老共有点像老共习近平有点像康熙啊，穿噶尔丹就是美国。原来美国是噶尔丹，在比喻，然后这边不能腹背受敌。那这边至少就怀柔，而且然后能够见个面啊！就你现在国民党现在对他至少很厉害，有惹麻烦的机会，你知道？那来了见面啊，然后见面行礼如仪，那然后他也，而且这个郑丽文也从比较统往中间移一点，他是更宽的。他的光谱宽一点了，那习近平呢？然后可以比较专心对付美国，这就是郑丽文人有被创造利用价值是很光荣的事情呢。你讲不太对啊，那郑成功，你说康熙、郑成功那时候是会打清朝，有没有去把那个商船抢走什么的？我们现在台湾跟中国好的很，哪有拿我们打他们，哪有腹背受敌？我懂。现在讲康熙嘛，等一下讨论到了那个李珍秀跟就变雍正，就变雍正跟钮祜禄氏了，好不好？对。那今天整个就是清朝传奇，好不好？就是这样。来上工，好了，我们这样讲，因为这整件事情对台湾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那刚才你可以听到，当然吴峥跟小平两个人论述会不太一样，可是和平大家都要吧，不会有人说想要打仗或者什么，只是和平来的方式，或是去想办法争取到和平的方式，那每个人说法不太一样。OK， 郑丽文这一趟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在乎一些细节的东西？因为有很多时候是主观意识你没办法知道，可是从一些客观的细节要去凸显出，第一个，到底习近平是怎么这样看待你这次来，郑丽文是怎么样看待这次跟习近平之间的交流，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家会在乎这样一些的细节，为什么会从那个江苏的那个书记对，为什么会从谢长青开始跟郑丽文之间的会面，大家就开始一路铺陈的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再远的，大家就会从当初包括马英九去是什么样子或什么的去看待所有的两边。那你的解读上面会看到是什么样？我觉得它比对性基本上我觉得都只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在亲中人物上面的吹捧，一定要把你捧到最高因为你从2月3月，我常讲2月3月所有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国内所有发生的事情，包括柯文哲的判刑、徐春英的起诉啦，包括马英九基金会的问题啦，包括军购，包括等等，卢秀燕的访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内部本身的路线的分歧，那路线的分歧过程当中，你包括立法院少壮派对军购的看法等等一堆，如此对中国如此友善的党主席，是不是正处于一个亲中路线所代表的亲中路线的挑战？挑战。不然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就前面一直我要喊他从什么时候？10月18号就要见习近平100次也没关系，喊了5个多月，毫无讯息，一直到4月突然告诉你说来吧，来，那就要回过头来2、3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中共突然觉得你郑丽文该来。那就要回过头来2、3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中共突然觉得你郑丽文该来。那当然，郑丽文确定去团员的名单一定先送北京，当然嘛，一定先送北京。你看国台办朱凤莲讲得多清楚啊！郑丽文访问团到南京、江苏、上海，行程我们都会适当的安排得很好。那换言之，你所有的行程都是他们排的当然，名单送过去的时候，你认为中国里面对这些人
是陌生的吗？不会吧，一定不会。就算陌生，他们也要去查清楚他的背景嘛。查完背景以后，再告诉你说，O 不 OK， 这份名单好不好，要不要嘛？那当然，你说，什么萧旭晨啊、张荣恭啊、李乾龙，这当然都没问题嘛。李德伟啊，这些人都没问题嘛。但里面出现了一个袁建生嘛，出现了一个袁建生嘛。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们对这一些代表团里面。陌生吗？一点都不陌生的。最简单的，我们刚才谈到江苏书记，江苏书记把郑丽文吓的一句话是：你的视频我都看过，那个郑丽文马上转过去。最后你觉得他真的有被吓到吗？啊，你觉得郑丽文真的有被吓到？你不觉得他马上转过去吗？好，然后那个呢，你当主席的时候，我看过你很多影片啊，坚持9·2共识啊，等等。其实你认为中国没有过去？那个郑丽文讲话的影片没有吗？他们收集不到吗？应该都会有吧。好，但是问题是，现在是一个对他过去是一个建国主义者，现在是一个亲中主义者，这是一个筛选，又是国民党主席。那你看到了柯文哲判完了以后，整个民众党在台湾社会的支持度，他还有没有2024年当时中国对他的期待感？我相信一定下降了嘛。那你整个下降，你只有2个。一个选择民众党，一个选择国民党。但国民党还握有多数。2026年的年底选举，国民党会丢掉一些那个席次，但不是一个会属于大败的席次，跟2014年那个比，一个整个大败的看不出来还有大败的迹象。那你这个选择是什么？再加上这么多事，然后中国在台湾社会里面的亲中路线的反感，党内的挑战，你当然就选择他了。但是你看那个江苏书记信长卿，你注意看他每一个握手的画面，你看，尤其是你看那个智库的副董事长。握手的时候，当旁边的伊乃金介绍，有没有看到伊乃金的介绍还有一点卡卡顿顿的？但书记马上说：“教授，是啊，当过我们内政部长，水利专长啊，我跟什么局、水文局、水利局什么很熟，怎么样才有人教？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背景已经都查得差不多。但你看他握手，每一个人笑，你看跟。”那一个李乾龙，我也不晓得握手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2个人可以在那边握聊这么久，那一定是我有一些基本资料对你的了解，所以你说这几个，你中国同意他去的时候，那一个初步的背景，到最后所有的背景资料，一定这些见面的书记全部都一定会收到，不可能没有收到，一定都会收到。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书记已经把你所有个人资料全部都背了，但是书记也表现得很清楚，握袁健身的时候脸上是僵硬无笑容，其他每一个都笑。为什么？就因为他当过驻美代表，他是知美派吗？有一个美国地图出来，不是美，你干嘛碰他？放进去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啦。就是但是不行吗？不，虽然我让你来，但是从他的表情告诉你说。我对你对他们是有差别。我们常说中国看什么？看他的用词。对啊，看他的肢体语言。江苏书记也不是一个小书记江苏书记也很大大书记。对啊，你看他那个握手的那个整个的表情过程当中，看到袁健生第一个是笑都不笑了，没笑了。然后你看其他人聊得多开心，你看那个李乾龙，他跟李乾龙聊，他还跟李乾龙说，我本来以为他们两个很熟嘞，还说第一次见面，对，那能聊什么？你注意看，习近平跟连战见面的时候，是谁在介绍团员？是连战，当然那应该是连战是嘛？主席对主席的时候，那你江苏的时候，当然就不是主席在介绍团员嘛，这他们的惯例。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跟上海，跟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去上海的时候，一个一个介绍也是这种模式就一个一个走过来因为里面有立委议员，
然后率团的也是一个一个介绍握手，也是站在门口里面一个一个介绍握手，握手完了以后大家就坐。其实这个是他们的模式啊，其实没什么好意外的。意外的是，这位书记里面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你说袁健生跟其他人之间是很清楚在传达，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那每一个笑还握手拍手啊，还会说第一次见面还把你留下来，你是教授啊，你水利的，我跟什么也很熟，我昨天才跟什么局碰面，怎么样，一到袁健生就错。所以你看他里面就说，我虽然让你来，但是我们欢迎的跟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OK， 那袁健生去，我也不晓得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好像说有一个跟美国知道的人在里面，所有谈的过程，都让你美国知道。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定不会谈什么嘛。对，那真正重要的事就不会在袁健生面前谈了嘛。所以你说这一个场合，我觉得大体上。中国同意让你来，每一个身家背景，大概都把你查得很清楚了。那可是这几年大家关注的很多的新闻呢，跟政协会有关系。东豪，这个天命说影响这么大吗？东豪。这个天命说影响这么大吗？我那个旁边要不要再打一个？就是那个民俗信仰不可尽信，然后这个是仅供参考。可是你不要讲东豪，你讲天命说，因为最近媒体上一直有在讲这一段。好，天命说影响真的这么大吗？包括连2028的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慢慢接受一些的检视了吗？这次政协会一定必然被大家拿来跟现在目前还在国内，因为我们的军购现在在审那个条例嘛，看起来昨天也没有动作，今天大概没有，因为昨天是蓝营都没有出席嘛，没有。那所有这些会让大家产生很多一些的问号在这里头吗？那包括老共，那老共也没有闲着，就算是政协会，他该飞的飞机该什么，他也是照样这样走。这个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的话，心理上会有其他的一些感受吗？这是国民党前所未有非常大的一个实验。一方面，习近平在北京接见了这个郑丽文；二方面呢，在台湾这边呢，立法院你那个国防安全的那个特别条例一动都不动。由民进党负责当召委的时候呢，国民党就不出席。党团协商。没有协商，没有结果，当然不会有下一步。轮到国民党马文君下礼拜会当召委，都在参访跟市场跟这个专题报告，也不动，也就是不会有任何进展。那你如果回想一下前面那个卢秀燕他们那一波从8000亿、9100亿到1兆都喊过，也去了美国，回来也讲，甚至讲到说这个不用等发家书。现在这些声音都没了，全部归零。为什么？就因为习近平出手了嘛。你觉得是习近平出手？就是习近平出手，不用怀疑。国民党跟你讲说没有怀疑，没有关系，不用怀疑，就是习近平出手。国民党没有一个人敢顶得住习近平的压力。小平是吗？不能这样说。国民党谁顶住了？亲美派没有，那应该怎么说？亲美派没有奋起在党内跟这个叫做好，我这样讲，国民党现在跟3800亿，为什么亲美派或9000亿没有拼？没有拼，就是我觉得国民党还是国民党的性格嘛。国民党就是比较柔弱，然后觉得党内要团结，所以面对中国的时候，国民党依然柔弱，就躺平了。国民党性格都这样。讲一句难听的，国民党就直接从零法则去拿刀互砍。但我认为，我补一句话就好了，钟豪，我认为要过9000亿。可是我们力量太小，我只能在有限的面对面，我们呼吁，我只能这样讲。对，我只想问一下，我也不是为什么你们力量太小？那哪一方面的力量太大？好，我这样讲，对，应该这样讲，就是应该这样，有那个和中的力量比亲美的力量大但国民党的支持度在台湾20几%，目前民进党大概30或30多了。
然后可是国民党内部呢，喜欢习近平的跟讨厌习近平是讨厌他是2，叫做中华民国派好姑且，而统派喜欢他是1。我简单讲，光国民不谈全部当然就是70比10嘛。对习近平喜欢讨厌，对，这个对我民调，正传媒对我做民调，我看得很清楚。好，我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光对习近平的喜好度都是亲美是2啦，那亲习近平是1啦。可是2的力量没有办法凝聚，力量很小。好，我这样讲还应该，但是这样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吧？但是郑丽文正带着国民党往这边走，那郑丽文不是一个传统的国民党党主席，他没有包袱。前面大家在讲说郑丽文以前在学生时代讲为什么对习近平一点都不重要。共产党如果那么笨，他不会统一中国，他不会把国民党打败啊。对习近平他们来讲，会不会觉得这样更好？更有超级好的样板，这叫拨乱反正的人。这是最好的样板。因为刚才在讲东大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香港回归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老共要不要驻军？当时负责香港回归的时候，一个是黄华，那时候是国务院副总理吧，另外一个是人大副委员长耿彪。当时耿彪在1984年的时候不小心讲出句话，可能不会驻军。然后刚好人大开6届2中吧，还是3中忘记了哈。你可以查一下那个1984年5月的事情。就在东大厅，邓小平接见那个时候港爱代表，他的人大的。然后呢，会谈结束了要走的时候啊。邓小平，小平叔啊，不是小平哥哈，我们县长是小平哥。当年那一位是邓小平，他叫住所有要离开的人说：“等一下，我有句话要讲，一定要驻军，驻军是主情的象征。这句话我说了算，不要相信其他人讲话都不算。港澳要不要驻军那件事情，就在那一天5月。”拍板定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杂音。那个时间是1984年，离97回归还有一段时间。84年那个时候，那东大厅那个时候的地位，除了接待外国元首之外，港澳会在东大厅。所以你再看这些，为什么安排郑丽文在东大厅一样？为什么马英九在东大厅一样？你要留意，中国共产党是很规格化的，台湾的位置就是跟港澳一样，你不要想太多，他没有对你特别好，所以国民党遇到中共、遇到习近平的时候，他没有说不的勇气。国民党你现在看到所有的亲美派没了，卢秀燕没了。卢秀燕不敢讲话。你讲到卢秀燕没了这件事情，你最近在媒体上面讲，有一些蓝营的企业家讲到2028，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命说的延续了。那跟天命说是2件事情，天命说是郑丽文自己讲他自己。对。可是这个天命如果一路延续下去，然后我朋友他们那一群呢，就直接认为这卢秀燕没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判断能力，你没有领导能力。郑丽文敢啊！郑丽文多敢？为什么讲说郑丽文没有包袱？郑丽文跟国民党有什么感情？所以他可以去拜五死，然后假装说我不知道，这就是郑丽文啊。郑丽文从去年马场町11月就不断的喊我要见习近平，本来人家前面不理他，可是你要知道，当无实那天出来之后，后续所有的发言，他所有的东西。他跟北京，他是聪明的，他知道北京要什么，这样子不断的堆积到川习会被搁置之后，往后延，那个空档出来了。然后他这次所有讲的话，也很清楚的知道北京需要他讲什么，全部打日本了。这样子一个这么好的样板，为什么不用？到时候也可以拿郑丽文的代表性。去堵美国跟日本的嘴巴，好，那这个胆子这么大的冒险，就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经过选票的考验。
这个胆子这么大的冒险，就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经过选票的考验，没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普遍认为说这是弊大于利，但是没有选票考验过，你没办法讲说100%。可是再回过来讲一句话了，就算国民党输了，郑丽文在老共那边的位置是不是已经确定了？但清华，如果真的有天命往下这样走，对国民党，我们不单讲郑丽文是个人，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党主席去的嘛，我就讲你去第一个，如果讲要希望帮两岸争和平，是不是能争得到？对国民党的人要选的，就今年年底，更不要讲2028的，又会是什么样一个心情看待这些？东豪刚刚有讲到，因为我也看到媒体上有包括什么国安人士啊，或什么这些讲说，郑丽文的一些用字遣词，会不会从接到人家的邀请以后？讲说对全世界什么一中啦，什么类似这些词，包括刚才吴峥讲的那些老共的那些计划，他的用字遣词有很多跟大陆用字遣词是类似的，不像我们连视频2个字你都会要讲影片，因为我们习惯用影片嘛，他用视频嘛，我们都还比较刻意要在这方面表示那是我们的用词，可是他在词句里面这些是为了让人家放心啊，还是这一部分是他真的照着人家的词在走吗？这一次的会面，到底谁真的需要谁？是习近平需要借你来抑制未来的川协会的川普，还是郑丽文希望借着你能够让他，或是让国民党在我们的国内能够再往上翻一翻？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好，用各取所需。而且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网络上基本上是管制的啦。他只要觉得这个敏感词呢不适合露出的话，基本上你是搜寻不到，你会被封杀。好，你知道现在这个郑丽文在中国被吹捧到什么程度吗？我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各位现在用百度去搜寻就会看到有没有看到这4个字？统一女神。统一女神，你看图片也出来了，然后文章也出来了，然后一排中国的网友现在在吹捧这个郑丽文叫统一女神，所以你想想看，这4个字你光是台湾的民众听到的心里作何感想所以你想想看，这4个字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同意的话，会让它露出吗？不会嘛，所以表示中国政府是同意的嘛，然后他也认为这不需要封杀嘛，所以你看这样是什么？就是刚刚前面在提到说，这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一个样板的状态嘛，所以他让它露出来嘛。那为什么我说各取所需先讲中国的需要了，中国一方面有国际上的需要，2方面有对国内的需要了。国际上的需要呢，你可以发现。中国跟美国两边在博弈的时候呢，过去中国所建立出来的筹码，包括在巴拿马，然后在委内瑞拉，在伊朗，是一个一个都被川普拔起来的啦。所以等于说，中国在面对美国在博弈的时候，能够拿出来跟川普谈判的条件，这些筹码是一个一个的失去啦。所以等于说，习近平跟川普要见面，在这之前呢，他需要有新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至少台湾的这个国会最大党的党主席，他来跟我喊说，这两岸关系呢，这个是国内事务，不是国际事务，所以你美国跟日本都没有介入的空间，这个是他需要塑造出来的条件嘛。所以你去看今天习近平面对这个郑丽文两边见面的时候，谈话讲最多的是什么？今天谈最多的就是告诉你说，两岸一家人啊，两岸是中国人啊，他谈的时候尽量放在一家人这个上面哦。所以你会发现他用词，然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啦，他今天习近平的用词都围绕在这上面哦。然后这样的用词只有习近平今天这样讲吗？不是哦，你看哦。郑丽文当天去的时候，宋涛在接见他的时候呢，宋涛跟郑丽文的见面的时候就讲说，两岸同胞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家里的事，所以自己家里的事，把两岸关系定义成家里的关系，定义成是国内的关系，把台湾海峡定义成是内海，这个就是他达到的国际上的效果嘛。所以等于说，你可以看到，从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宋涛的谈话，一直到今天习近平的谈话，几乎都围绕在这个主轴上面。但是习近平有没有硬的一面？有，他今天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强调两个第一个，他强调台湾跟中国各族的关系是一样，也就是把台湾跟中国历史上各族出现的关系都一样，但是都在中国共产党下面的一个中国的架构里面，所以他把各族强调出来。然后第二个，他今天还讲什么？讲说国土不能散，国家不能乱。所以呢，习近平显然就是把台湾定义成在他讲的国土的范围里面，所以这是他今天讲话希望达到的这个效果。那为什么说他对内也希望有效果？各位你要知道，我刚刚给你看的图是那个统一女神郑丽文这个图，可是你知道今天就是你如果去用这个中国的民众自己用百度 AI 查到跟郑丽文有关的时候，因为我想这个小平也不希望了，就国民党一直被贴终极统一的这个标签可是你知道，
这个在中国那一边呢，你只要用百度 AI 去查跟郑丽文对统一的态度的时候呢，他把郑丽文定调讲的就是郑丽文支持的是终极统一哦。然后呢，他的3个态度，第一个这个9·2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就不用讲，因为郑丽文在国内讲很多。可是下面2个哦，你要问国民党是不是这个态度哦？第二个就是这个终极统一哦。第3个是什么呢？这个反对美国力量的介入哦，反对美国力量介入。所以呢，你看哦，他讲的是啊，这个你看他形容郑丽文是联合其他力量。反对并封杀了对美军购防务的特别预算案，展现出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立场。这个是你在中国现在看得到的啊。所以面对美国的时候，中国有需要；面对中国国内宣传的时候呢，他要让中国的民众知道说啊，了解说郑丽文是支持统一的，郑丽文是反对外国势力介入的。所以这样板的形象呢，你看今天等于说从这个中国的官员到这个习近平本人呐，都形塑出来，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两岸就是一家人，所以两岸要反对外国势力的介入。对，所以对中国来讲，在国际事务的层级跟对国内的层级呢，它有它的需要嘛，那它也完整了它的需要嘛。那他也乐于把郑丽文打造成那样的样板嘛，尤其在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国际上啊，因为毕竟对习近平来讲，他最在意的是美中这个大框架。他面对美国大框架里面，他需要台湾自己有人喊说要降格成为国内的事务。那你有人愿意喊降格成为国内事务的时候，他面对川普的台湾谈话的时候，他就多了一个筹码。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降格成国内事务或是家务事，那就好像台海，大家就在讲说，为什么3不5时有各个国家的军舰没事要走一下，就是不想它变成内海化嘛？对，那不想变成家务事，类似像这样。对，我说如果照您刚刚那样讲的话，那郑丽文他们回来怎么跟国内的民众讲说，我们其实不是家务事，我们不是跟老共之间，因为如果这样，人家外人很难插手嘛。这一段，那他怎么去让民众觉得说，其实他们这些老共讲的这些，大家不要担心，未来不会这样，而且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在国际之间什么，要怎么去说服这些？他就简单的用2个字，和平。用和平，就什么东西都是和平2个字。至少在国民党党内小平刚刚虽然说这个是1比2啦，说这个支持习近平跟讨厌习近平的啦，可是至少那个1是支持郑丽文的哦。那个1支持郑丽文的话，请问国民党1讲话很大声，2不讲话。然后呢，国民党要选的人，和跟细胞质的概念，国民党呢，这个要选举的人我这样讲就算国民党要选举的人认为说太亲中不好了，但请问谁要得罪那个1？国民党要选的人都不愿意失去这个1嘛，投不出来也选不上是嘛？你看看2016的选举，是嘛？军公教不投，你试试看。所以对郑丽文来讲，第一个需求他达到了嘛，习近平跟我见完面之后，国民党这个1都是支持我的嘛，1/3的人支持我啊，所以呢，对他郑丽文来讲，他第一个，他对在国民党党内要挑战他党权难度一定是很高的。第二个，对郑丽文来讲，他回来台湾，他的主张论述是什么？就是和平嘛，什么都是和平的架构嘛。那我们在节目上讲很多次中国这个讲不管郑丽文讲的是这个痛定思痛，还是动荡不安，他讲的动荡不安的动，请问是台湾挑起的动吗？不是嘛？那痛是台湾挑起的痛吗？也不是嘛。但我们的问题是在于说，中国希望设定框架，只有在这框架之下，你才能来跟我谈，跟我做交流嘛。那这个框架现在面对郑丽文的时候很清楚嘛，你要把台湾海峡变内海，你要这个台湾事务变成国内事务，然后你就是接受两岸都是一家人。然后呢，就像刚刚东华哥在讲的，他今天用了各族这个字眼，就是把你台湾呢视为跟港澳跟其他这个就像西藏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你都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嘛。所以等于说郑丽文现在回到国内来讲，讲的都是和平这个字。可是呢，我们刚刚前面所讲叫各取所需哦，习近平或者说中国跟郑丽文各取所需。可是我们要回来谈一件事情呢。郑丽文这一件事情让台湾有没有付出代价呢？我们要讨论成本的部分呢，也就是如果啦双方都是就是刷刷嘴皮子都只是口头交锋、口头谈话、打打嘴炮，那就算了，跟台湾实质利益不相关。但我们要看的是两个部分台湾真的付出的成本是什么？第一个，如果面对国际台海事务真的变成是国内事务，然后美国跟日本跟其他的这个比较友好的国家，大家都不能帮忙的话，请问对台湾来讲，这个成本是民众愿意接受的吗？这个对民众来讲，你是得到还是损失？这是大家要打算盘。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对民众来讲呢，你看这个党军购条例跟党预算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都还卡住那对台湾来讲，你的防务的强化你就是需要时间。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付出的成本。所以你看两个成本，一个是你面对国际沟通的成本，那你的难度势必要加高；第二个是你在防务上面让自己的充实国防时间期程往后延，你的风险在加高。这两个成本都是台湾民众要面对的。可是你看我们在面对的时候，有因为郑丽文去
讲了和平要建构，讲了说两岸不要在这个继续动荡不安，两岸要痛定思痛。有因为这样子军机军舰就不来了吗？有因为这样子中国解放军对台湾的行为就停止了吗？显然是没有的哦。所以我说在这里面打算盘啊，就我们得到的跟我们付出的，大家要好好谈一谈、算一算跟想一想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创下，中山陵刚刚大家都讲说，那标准行程第一站一定要去中山陵嘛。那我想大部分的观众朋友没有到过中山陵。那当然，其实对老共来讲，你在老共那地方讲中华民国，其实他承认有中华民国，就好像他们拍的很多抗战神剧，那些军人戴的帽子上面一定有国徽，然后他们也会有千年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因为那段期间是中华民国。他不否认这件事，只是最近因为金主人他们去中山陵，媒体上有报道说中山陵那里面有一个就历朝历代，因为南京嘛，历朝历代的，对，那里面有一块上面是写的中华民国，他怎么写的？基本上这个呢是因为曹新成特别拿出了这张照片，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照片在整个中山陵旁边的石槽文物因为整个南京对不对？过去从孙权开始，石槽这边建都。所以呢，也有中华民国，可是这中华民国呢，曹新成的说法，让慢慢很多人也叫说，这个叫做清明时节到了，要去扫墓，祭祖啊，扫墓嘛。所以公元1912年到公元1949年，所以如果你到那边的时候，等于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否认有中华民国，当然，因为没有中华民国，他们就不会有后面这一段啊，对啊。但是他们的关键在于，他们一直认知。1949年已经躺平寿终正寝，所以你这个整个中华民国在这边，所以他会让你在中山陵讲中华民国，但是后面呢，你就变成是要很含糊。你要当年老宋的时候跟着连战去的时候，老宋跟去，老宋就是偷渡了，他在后面，他在后面偷渡了中华民国4个字，直播立刻取消，因为没有中华民国，他们就不会有后面这一段啊，对啊。但是他们的关键在于，他们一直认知1949年已经躺平寿终正寝，所以你这个整个中华民国在这边，所以他会让你在中山陵讲中华民国，但是后面呢，你就变成是要很含糊。你要当年老宋的时候跟着连战去的时候，老宋跟去，老宋就是偷渡了，他在后面，他在后面偷渡了中华民国4个字，直播立刻取消，所以其实你就知道中国他们的一个论述叙事里面，中华民国只存在于1949年，所以现在呢，他在那个中山陵里面讲到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做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中国是接受的，然后回来了信长新。那信长新后面是干什么？那个东西是告诉你说谨言慎行。你所讲的一切，我们都有档案。因为呢，过去马英九的时代，我们其实两岸是跟台湾有互动嘛。那时候也所谓的就是温湖体制的经济国师之一，叫做胡鞍钢。胡鞍钢带着北大社科院有来台湾。那时候我在台大政治系有那个副校长带我们去吃饭，当时他们就跟我们讲一件事：你们媒体对我们台湾的、对我们中国的失业率贡献很大。为什么？我们有80万人，在记录你们的一言一行。80万人，所以像你呢，而且他们不是说到时候在 Google， 早就已经归档建档很好了。所以其实为什么信长新在告诉郑丽文这句话，其实在警告他，就是谨言慎行。你的所有的疫情，我们都在考察之中。因为中国是这样子，中国不管是谁，包含宋楚瑜，包含当年的萧万长，包含江炳坤去说破冰之旅，你最后能不能见到谁？最后给你什么规格，随时都会变化。所以信长新讲那段话，并不是临时 Google， 而是在警告郑丽文，你要照着我们讲好的剧本写，样板就要演好样板。人家不是警报，人家在提醒，对不对？第一次要见习近平，还没见面之前，还是温馨的提醒你。温馨的小提醒，谨言慎行。OK， 那政协会那一定是整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带团到中国大陆去访问。那今天那整个政协会一定是
整场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好吧？那接下来后面什么看小米啦或什么，那重点就在这个证监会回来以后，那在国内会怎么样一个发酵？但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刚才对康熙讲完了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雍正跟钮祜禄珍馐，那相公这件事情到底人情义理、人情世故义理这些全部都考虑进去吧？那到底该怎么处理啊？现在又多了一个邱成远也讲了吧？他这样算不算开炮？他也算吧，也算了。好吧，那这些都开炮了，但是柯文哲已经跟你讲人情世故义理，给他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时间准备一下。不是你那个时间性，但是你看柯文哲整个的讲法里面哦，其实呢讲到说什么恶劣政治啦，要有极高的 EQ、IQ 啦，然后他的表现如何，大家都知道，等等一路下来。然后后面人家问他说：“这个给他一点时间，那9号不开怎么样？”他就说：“哦，他所知有人出国，下个礼拜1会开。”所以下礼拜要处理吗？他说那时候他接受访问，他说下个礼拜1开啊。好，那整篇讲话里面，到底柯文哲是在帮李珍秀讲话呢，还是没有帮李珍秀讲话？其实你解读了半天，好像柯文哲并没有帮李珍秀讲太多好话，给他一点时间，所以大家才问他9号要延到几号，变13号，那大家就很好奇啊，经过9号也延到15、16号，那李珍秀曾经在徐春英起诉书上面出现的人名，还有徐春英跟上海的孙宪啊，还是什么在讨论到底要接班能不能顺利的人，奇怪，郑丽文在大陆他们也演，那柯文哲的说法是说，9号有人出国，对吧？对啊，一个律师出国嘛，好啊，那也无所谓。但是他说下个礼拜1开，他也知道下个礼拜1开，但是似乎好像柯文哲并没有帮他讲太多的话，并没有帮他讲太多。合乎人情义理，给他一点时间，这是在跟中评会讲话吗？然后他又说中评会下个礼拜1会开，那似乎好像又不是帮他跟中评会说情等等的啊。那里面最清楚的，邱成远他现在是新竹市党部主委啊。对啊，喂，赖香伶啊，陈婉慧啊，一个是苗栗县党部主委，一个是宜兰县党部主委，宜兰县党部主委，现在当然啊，然后陈佑成也出来讲话，他是中评委，然后你也看到这个之前江河树也有讲过话，你也看到蔡壁如说赶快快刀斩乱麻，然后他讲完了以后，又出现一条新闻说柯文哲在那个嘉义鸡肉饭呢跟他讲你要准备热身接主席，那如果这一条新闻里面柯文哲没有否认哦，说他跟蔡壁如这样讲哦，蔡壁如接受访问也没有否认这一段哦，也没有否认这一段哦。如果你从新闻上我们来看都没否认，那这一段的存在性是可能的。那蔡壁如讲话，好，那你看到黄国昌之前也是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一个这个党员的牺牲。你看得出来，似乎好像大家没有要帮他处理哦，没有要帮他护着，没有要帮他护着，没有要护，没有要帮他护着，那他绝对是个民众党现阶段最大的麻烦，他已经不是外配参不参政的问题了，他已经不是外配参不参政的问题，他先出了很多党内的事情，先出了党内很多事情。可是你处理完他以后，如果真的处理是所谓的开除，或是叫他知所进退自己走，不担心他知道很多事。他现在又很喜欢开直播，然后王一川他们又天天追踪他，然后不担心他在讲什么吗？其实说实在话，我不认为李珍秀能知道多少事。真的好啊，因为你新竹嘛，你当初只是一个竹北跟高虹安之间的事，而你并没有在像徐春英是在台北在党中央任过职，然后接触的人选等等。我觉得那一个会有一些落差。那这样子，李珍秀的事情看起来，那应该还比较好处理。陈佩琪呢？陈佩琪，请问一下，陈佩琪是到底有没有斡旋？因为媒体上讲1.2亿、1.6亿有下斡旋，那个陈灿出来讲说没有什么1.2亿的，是6000万的。
是不是？对，那6000万加斡旋啊，当时2月26啊，6000万啊，陈佩琪说6000万啊，给房仲10万啊，陈志涵更正，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哦。陈志涵的更正到底是属实还非属实，我也不知道。不要忘记一件事哦，没错，那个笔录里面不是笔录里面有没有？不是柯文哲有叫陈志涵去跟那个陈佩琪拆炸弹吗？你今天跟他谈了没有？不是陈佩琪离家找不到人，你跟他谈了没有？没有。那你说，他这拆炸弹的人讲的话，我打问号因为媒体那时候是说他看的是1.2亿、1.4亿，小斡旋金的，他现在是给房仲10万，我不晓得10万斡旋，对不对？斡旋金的，那后面也说斡旋金好像有拿回来，对不对？那斡旋金呢？好，然后当然陈志涵是在处理陈佩琪当时惹出来这么多问题的人嘛，对，然后讲的到底会不会对，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太麻烦了。一下你在忙嘛，一下要跟我要不要去跟彭正生聊一聊，谈一谈？柯文哲说不用，你那个交给黄珊珊去谈，对不对？然后又一次我跟李文忠谈过，不过他已经作证，他已经这么说了我本来想要叫他改个，他很忙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周刊写，柯文哲在市长室收钱。怎么会在市长室侮辱所有公务人员？结果齐飞人收了。那个基隆市副市长里面也说有200万有送到他办公室，交给柯文哲。所以他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我不知道啦。我补一句就好了。不在你节目要有贡献嘛哈，要爆个小料哈。你看义父，你拿这个来，我帮你拿。陈志涵讲什么都不重要，我讲个新的。那不重要，你叫他拿干什么？不重要是因为自重不重要，你拿一下上钩。就是因为你常说请自重，他就故意弄你。不是我接拿钱，你又说跟陈志涵我接续上公讲的话，不重要是2个不重要，上公很重要哈。第一个不重要是陈志涵讲话颠颠倒倒不重要嘛，对吧？第二个6000万，这个小 case 不重要，我讲1.6亿这个比较重要。1.6亿，我认识一个真的才能讲，真的，我不乱讲会被告好吧？我有人证，他告不了我。好不容易才刚和解没几个月，然后就是我讲陈佩琪你们不要奢望阿北管得住陈佩琪，上公管得住上嫂吗？不容易。所以陈佩琪管不到。他常说他的地位比他们家那个小狗还弱一点哈。男生都这样子，男主人但每家都这样子不管。再拉回来，就是节都管不住嘛，大家同意吧？这个阿北管得住陈佩琪。他常说他的地位比他们家那个小狗还弱一点哈。男生都这样子，男主人但每家都这样子不管。再拉回来，就是节都管不住嘛，大家同意吧？这个阿北管得住陈佩琪，你到底要讲什么？我要讲就是那个有一个教授，他是 AI 的很厉害的人，一个然后企业很大企业家，他是留美的博士，被聘为那种客座教授，就台大 EMBA 商学院 OK 要讲，因为流行嘛，讲 AI 讲电子业好。他去买一个房子，永康街1.6亿，然后呢，突然人家说不卖你了，陈佩琪说要加1.6亿加1500万，那当然要卖比较贵的，但我要讲有没有1.6亿加1500万卖掉给陈佩琪，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只能就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认真的议员，我求证，我的朋友是人证，讲好1.6亿，后来就把他打枪，说我要卖给陈佩琪，不卖你了，有这个事情。OK， 在永康街，就一个豪宅。你说有这种过程，只是后面当然看起来是没有买卖。前几天参叙那个教授跟我讲，永康街那一带1.6亿，也还好再加1500万，不100多坪就1.6亿了，都100多坪很大。永康街那一带。80坪、60坪以上的都要上大楼没有那么多，是，所以就只有几栋而已，很好找，按图索骥，就只有几栋而已。那你就讲了吧，我不晓得哪一栋，我可以再问来。下礼拜我再讲。他们是在质疑你这一段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他们在质疑这一块，拿那个现实的价格回推，他们在质疑你这一块。人家是我的朋友，不会骗我，讲那么清楚，他很扼腕，因为他就是一直在骂
阿贝骂陈佩琪啦，对不对？害了房子没买到嘛，所以我这样子。可是你看这所有这些一些的过程，当然你看到，我觉得对阿贝来讲，好，那今天还有另外一则，很多观众朋友大家会一直在讲阿贝326判完以后，因为判决书的全文，我那天大家一直在等那个判决，我在跟大家才出来，对吧？我那天就跟大家讲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等判决，你们不可能在那天等到判决，你一定会等到的就是一个新闻稿啊，就是这样。那判决全文，那全部都已经上网了 ，OK？ 那如果你有任何质疑，或是你觉得那过程，为什么会是这样？那尤其是有很多人会要去看中间，他一定要交代很多的一些事。所以对阿贝来讲，好，那第一个这个上，可是他现在是国家治理学院的院长，是不多言。阿贝一定是现在对整个民众党掌实权的，一定是他嘛？所以包括他拍片，他要告诉所有的人，在年底这场选战所有这些，你觉得对阿贝来讲，对民众党，包括刚讲到李珍秀啦、徐春英啦，更不要说当佩琪姐姐一天到晚没事讲了很多的一些数字，等一下青王还要讲一些包括什么众宏基金会筹拜舞这些，不是这些对他们来说一定会讲的事，就先不要聊这些。那因为聊了以后，你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啊？确实啊，如果我们按照我们今天康熙这个清朝传奇的调性的话，那柯文哲现在是雍正嘛，那他现在可能是一个反正这个头发这个两头烧的雍正啊，因为雍正这个后宫很乱啊，然后前朝呢也很多事情，对不对？那所以讲回来，柯文哲他当然现在，我觉得他现在是他当然想要维持民众党在政治上的一个能量，可是坦白说，我觉得他面临两大的困难啊。第一个事情是说他的人设其实持续的崩坏嘛，因为大家上礼拜我们在讲这个影片嘛，有没有延迟法庭上延迟辩论的影片，20几小时全部都上传了，其实大家自己会去看的。那今天判决书出来了，所以这里面的很多柯文哲具体涉入案情的内容，其实他无从回避，因为你自己在法庭上也没有否认嘛。例如说。这个大家会觉得非常直观的事情，例如说讲一个最简单的，怎么会你选举的政治现金somehow这个不管是中间去了木可公司转到柯文哲转到哪？但重点就是怎么会你选举收了政治现金，最后进了家人的证券户里面？这个事情柯文哲没有否认，你道理上如何都也是讲不通的。没有道理，你选举收的款，最后变成家人去买股票嘛，所以柯文哲现在面临一个人设崩坏的问题，所以包含说，其实金华城案，他除了金华城案之外，现在还有官司在走，这个事情还没结束。有小平还告好几个啊，对他还有财产来源不明罪啊，财产来源不明罪也是小平过去这不是我的就我告4个嘛，金华1嘛，那台智光2，雨果市场3啊，是，北4科4，你如数家珍的，所以你看这个柯文哲还有好几个案，而且其实都是跟这个我们讲的廉政贪腐相关的走嘛，所以你看他现在其实民众党国家治理学院要帮他剪短影片嘛，民众党很会，那就是其实是想有点卖萌啦，就是说，这个阿伯来帮你上课，可以吗？柯就柯文哲的柯他跟你一起上这个新北的国家治理政治实务营，可以吗？可以吗？这样一直就是说想亲近点，可是下面留言其实就蛮逆风的，因为很多人就讲说，那你说柯文哲要上选战实务营那他会教我怎么洗钱吗？那他会教我们怎么贪污吗？那他会教我们怎么踩飞轮吗？那坦白说，我觉得这个对民众党来说，确实是你的招牌，其实就是蒙尘。因为你说选战实务，大家记忆犹新啊，对不对？难道我就讲是？难道民众党今年在全台各地选议员这些候选人，哪一个人大家也都来成立了公司吗？常来成立一个木子公司来成立一个木公司，来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公司？每个人都照柯文哲这一套选战实务下去操作，那就是明年所有人都被抓进去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现在要去说上选战实务，其实会面临一个很讽刺问题。那你从这个留言也看到说，他的过去这种科学、理性、务实、清廉、勤政无论他自己怎么包装自己，现在这个持续剥落。好，那为什么我说柯文哲现在内外焦虑呢？因为除了柯文哲刚刚前面讲的说他的这个宫廷很乱之外呢，现在另外一个人
如果柯文哲拥政，那这个可能是年羹尧了啊。那这个就是黄国昌，为什么呢？因为黄国昌就是说，最后蛮惨的。你讲年羹尧还不是八王爷，穿的宝马挂掉了。好，那就是说，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柯文哲其实他也是想刚刚讲，他还是想要把民众党这个招牌扛起来。那可是问题说，其实理论上现在党主席黄国昌嘛，可是你看到黄国昌他最近又推了一个新的他的选战影片。我就看到说，黄国昌其实完全没有在去等于说扛民众党这个招牌，甚至他连他自己选情都扛不太起来，因为他拍这个选战 CF 影片，我觉得蛮诧异，是说他的焦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啊。例如说，他前面有个桥段是说，哦，我身上被贴了好多标签，哦，什么超速仔啦，什么影帝啦，什么，我要一个一个撕掉啊，然后请大家支持黄国昌。那一个事情是说，这里面所谓他很多标签，确实也是。很多网友就要回应了，就说可是你说要撕掉这些标签，可是都事实啊。例如说黄国昌以前主张一定要消灭中国国民党，真的是你讲过的话。你以前说这个说严加贪污怎样，贪污就去关，这也是你讲的话。对不对？那这怎么会是所谓什么标签撕掉呢？那再来是这个 CF 影片，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它里面后来安排一些演员，就是黄国昌骑脚踏车，演员就出来安慰他，就会说：“哦，国昌老师你这样都不辛苦哦。”然后路边有些人出来说：“国昌老师加油，国昌老师加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是说，因为一般选市长格局的人，你看到他的影片，很多人会强调走入基层，会强调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起。我去市场啊，我去哪里啊？然后那个鱼市场半夜3、4点就开始，哇，我就是跟大家一起已经开始努力打拼。因为传统上过去选市长的人会强调的是说，我跟大家在一起。那国昌拍了一个影片，全部都是市民们出来说：“国昌老师你好棒，国昌老师我们给你加油。”所以觉得说，那其实搞了半天，你最后的焦点只是凸显放在你自己身上，你好像没有这个在民众党这一个很纷乱时刻去做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其实民众党最近退党潮扩大了，包含柯文哲不是讲他进来的比退的多这个是柯文哲都这样讲嘛，因为他要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嘛，对不对？柯文哲他就是不会，他就永远都觉得是天下人负他，不是他负天下人嘛。当年苏立琼这个离开，帮他办世大运，苏立琼还说这是捞不到钱，就大家现在都看到是柯文哲自己在捞钱。帮他办世大运，苏立琼还说这是捞不到钱，就大家现在都看到是柯文哲自己在捞钱。好，讲回来，那包含民众党最近南投的党部主委这个简千祥退党了，那包含这个云林县的前党部主委也退党，所以其实很多人开始退党。那你去看这些人，他们退党在讲什么？其实他们都讲几个点，就觉得说民众党已经失去初衷了，面目不清了，然后路线混淆了，然后这个党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不同的声音跟意见了。其实我看今天包含前秘书长谢立功。他出来话讲的蛮重的，谢立功讲说，现在民众党的众叛亲离已经变成现在进行式，而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众叛亲离呢？因为大家觉得党的高层黑箱决策，而且行政怠惰。那党的行政高层现在是谁？不就是黄国昌吗？所以我是最后还是小结一下了，就是说，其实。过去我过去以前我在时代力量也经历过退党潮，其实当时我又要讲一下，当时林长佐啦、洪慈庸这些人就觉得因为你知道对一个党的路线不认同，他不会酿成退党。真正很多人会离开这个党的时候呢，是觉得我再怎么跟你讲，你都不听，你都充耳不闻，你也不理，然后那我好像我再多讲什么也是白费了。所以后来林长佐、洪慈庸很多人当时后来就跟黄国昌分道扬镳了。因为黄国昌就是一个也是很封闭的系统，那大家现在去看民众党是谁在帮柯文哲操持他的党务系统呢？怎么这么巧，又是同一个人？那在这同一个人担任主席下，又有很多人开始纷纷觉得这个体系太黑箱这个因人设事太不公，所以又离开了。所以我只能说，柯文哲现在他的后院也崩，前院也崩真的是焦头烂额。OK， 清华，那两个人帮大家解读一下，一个。就是陈佩琪最近很多一些发言，你们看他9号，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发言，问了好几问，就问了一大堆的一些问题，就地检署麻烦你出来解释一下。问了很多，包括一开始就是中央基金会的这些 ，OK， 就是钱这，因为清华是财经专家嘛，你又当过廉政委，钱的事情你一定会看得非常仔细。好，那陈佩琪问的这些，当然他心有不平，他要发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包括郑丽文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这2天在媒体上面有提到另外一个人是她老公。说她老公好，那有人出来说啊，她老公当时有没有被什么情报局吸收啦，或什么有没有做料表？她老公是直接出来讲说，对她骂了脏话了，然后就直接讲说这些完全都是捏造不实，是哪一些家伙捏造这些不实的东西？讲这些的人，他有任何证据吗？这2部分其实要这样讲，就是说，当然这个讲到郑丽文老公的部分，其实媒体是有出示，就是说当初调查局的一些公文啦。那所以这2部分呢，我一个讲，先讲那个陈佩琪的部分呢，因为陈佩琪的部分呢，因为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呢，大家都很好奇啦，就是说，因为把它封为这个新的这个1级爆破式啦，因为不断的爆破自己先生的账户，这才是很奇怪的事情嘛。然后同时在这里面呢，你看他先是讲什么呢？说木可公司的钱呢，这个说我们的家的钱还在木可公司里面，这句话一讲出来了之后，当然大家就认为说，你看之前啊，这个你们还讲说这个是私人的公司，跟你们没有关系，然后现在看起来，那个就是你们就把它承认说那是你们家的钱嘛。那陈佩琪为了这件事情重点是陈佩琪为了这个事情呢，下面留言他好几段都下去回，后来还特地发文说。你们断章取义啦，就说我只是这么一讲而已。那你们为什么就觉得那个一定就是承认说这就是我们家的钱？所以这一段的凹法坦白说还蛮奇特的。但是呢，这不管就是先看这个陈佩琪在报的内容啦，因为他从这个木可公司的钱，然后到存折，然后到众望基金会，所以你发现它是有3段哦。那这3段呢，你好这样看。就是一个是木可公司的钱，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存折，这个存折数量更有趣到底是72本跟100本的？我想对一般民众来讲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数字对一般人来说真的很多啦。一般人的家庭你光是看那个财产申报部分，那个柯文哲夫妻呢，大概申报至少有18个银行啦。一般人往来的银行，好，我说一般的个人家庭，你会往来到18个银行吗？我觉得这个数量应该是很少。然后你存折数量累积到72本吗？我觉得这个也很少。而且这2件事情还要加一个前提条件五哥，你可以想见就是对北检来讲，他要去扣那个存折，我想应该是柯文哲从政之后的存折啦。柯文哲从政以前，他们家存折那几本，北检应该是没有兴趣啦。所以呢，因为北检讲说72本的时候，还讲说他们扣的都是关键，所以换言之是柯文哲2014年从政之后。等于说这12年间的72本存折，我想你听了这数字之后，就会觉得72本这样听起来数字真的很大。然后同时你知道我们去看那个内容的时候，有趣在这边。我们第一时间是想说你这个600多万，然后分60笔去存，那你的笔数当然很多嘛。如果你存款的习惯是这样的话。五哥，我们一般人600多万大概存1次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存折上只会显示1笔。但是如果你的存法是这600多万要分60几笔去存的话，那你存折笔数就很多了嘛。那所以你知道当初周刊在报这一段内容的时候，那个陈佩琪当时秀出来给大家看说，那个秀他存折资料的时候很有趣周刊在讲的是你存的内容，为什么要 ATM 存这么多次？可是他当初秀出来的这个表单内容的时候，大家看到是提款的部分，而且提款有很多笔都是3322的方式。什么叫3322？就同一天3万、3万、2万、2万，然后把它领出来，都是维持这个格式。那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我们现在没有谈它有没有财产来源不明跟洗钱的问题我们只是说，如果你的这个提款是这个格式，提一次的10万就要分作这4笔的话，那你的总笔数当然比我们一般家庭多很多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认为你的存折的数量，在对照之前起诉书里面之前曾经提过财产来源不明另案侦办，看起来就显得特别的诡异，而且这诡异是你把它挑出来的。如果你没有挑出来的话，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么多细节这是第2个。那第3个，陈佩琪挑出来让这2天让大家觉得另外一个言上的是什么呢？他很执着啦，执着说什么呢？你看这一段，这都是陈佩琪自己这一段的演述他自己发文他说这个检察官搜索票上面的证据33栏谈到众望基金会曾接受950万企业家捐款这件事情，他说检察官把它列成是贪污这他自己讲的五哥，我们在看法院这个判决摘要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法院看的是那210万可是陈佩琪自己把950万讲出来然后讲950万的时候呢，下面这个表单也是陈佩琪自己出示出来的就等于北检当初列出来的表众望基金会资金汇整表的部分，这个是北检列出来的正33的部分所以里面提到说首钢建设、润泰建设相关公司从111年就是2022年11月。那为什么这个时间很敏感？是因为2022年11月就是众望基金会成立的那一个月，说那个时候陆续汇进来500万跟450万。好，那有趣在为什么说很有趣？是因为众望基金会自己上传了他这个
2个年份啦，112年度跟113年度的捐款明细表啦。大家去看完了之后呢，像112年度，人家发现因为113年度的笔数很少，所以我们那一张我就没有秀出来了。112年度秀出来的51笔里面哦，上面2个最大额的，一笔是450万，然后一笔是100万，所以2笔加起来是550万。但是呢，如果是按照陈佩琪自己出示的资料的话，一笔应该有个500万，然后一笔是450万。请问500万那一笔在哪里？我们从捐款明细51笔里面对不到500万那一笔呢？那对不到500万那一笔的时候，大家就会好奇一件事嘛。那检察官在查金流查到这个500万，可是众望基金会公布的明细没有这一笔，请问这一笔钱去哪里？而且他用什么样的名目到谁的手上去？如果这个他是政治现金，他应该会有政治现金到民众党的名目嘛？那如果他是在选举期间的柯文哲的这个选举的政治现金专户，也会有那个名目嘛？那如果你是捐到基金会，基金会也会有收入的明细嘛？都没有。那请问这笔500万到哪里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陈佩琪秀越多啦，就让大家发现里面的疑点越多啦。那疑点越多的时候呢，人家就会认为说，那柯文哲在现代的时候不是应该他想办法去打他的诉讼吗？那结果陈佩琪现在帮他报越多的时候，大家想说哇，那会不会之后到2审的时候，检察官还有资料是可以使用的？陈佩琪秀越多啦，就让大家发现里面的疑点越多啦。那疑点越多的时候呢，人家就会认为说，那柯文哲在现代的时候不是应该他想办法去打他的诉讼吗？那结果陈佩琪现在帮他报越多的时候，大家想说哇，那会不会之后到2审的时候，检察官还有资料是可以使用的？所以等于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呢，看起来招了很多不必要的讨论，但我用了不必要3个字，其实我自己也有点觉得可以商榷。为什么？因为某种程度，我们认为陈佩琪现在挑了这么多题目丢出来，这个很像是在凝聚小草跟巩固他的声量。因为他的发文下面高的时候还是有1万多的赞低的时候也有5、6千的赞所以表示还是有他的支持者在支持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陈佩琪在里面卷到声量，让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原因。那另外一个是刚刚武哥所提到的关于跟郑丽文的先生有关系的这个骆武昌的部分，这就是我们讲媒体出事的时候呢，里面就看到里面这个是调查局的文这是在国家档案局的资料，国家档案局的资料，然后这等于媒体现在把它揭露出来。那揭露出来的时候，其实提到几个字啦，一个就是这个上面主旨的部分，你可以看，你同意夏宇生这夏宇生好像是教育部那边的代表，教育部提到给这个调查局那边去，然后把台大的骆武昌，就郑丽文的先生。这个要用它来部件运用关系，然后前面的说明的部分就提到说，这个骆武昌啦、苗栗人啊，然后台大政治系3年级啊，自大一起加入这个什么加入社团的活动啊，包括劳工社、浊水溪社啊，这一些内容里面还提到包括什么徐永明的名字可曾经跟谁往来。好，那大家为什么去注意到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他跟这个郑丽文的先生有关系；第二个，这是这个民进党的立委范云跳出来在讲说，这个他们当时在主张台独的时候还嫌人家不够独，也就是当时你们嫌人家不够独，可是这个公里面看起来你们已经被调查局吸收当做部件关系的人，所以呢，从公文去对照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这整件事情在对照现在郑丽文去中国的时候，你很容易被连结在一起，会引发争议嘛。但是这个文的真假，国家档案局这个资料呢，坦白说它的真伪我们不去讨论它了，只是说它在这时间点会引起话题，然后引起争议，那个是必然的结果。OK， 好，那再次强调，骆武昌他强调讲说那是捏造不实的一些东西。那接下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他要提出其他的资料，因为他讲说他无意接受采访。那民众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那除了这个以外，对国内政坛，尤其像国民党，刚刚上公有提到一句话说，也许年底国民党上公你觉得会丢掉一些地方，但不至于到大败。你可以简单告诉我，你觉得是哪几个地方有危险？嘉义市啊，新竹县啊，彰化、宜兰啊，好，4个。那这4个不小，多少？彰化真的解决不了了吗？彰化不是已经4块球保送吗？你保送谁？民进党吗？保送民进党啊？为什么？谢凤对他到现在还是要去争取，他还在媒体上专访。谢凤会脱党参选吗？不可能嘛，不会。他家里要支持他吗？没有嘛，没有。那花自己的钱选吗？党部主委不是都要换上一副的好朋友了吗？
我的好朋友就萧景田吗？萧景田啊，到底是谁的好朋友啦？他的，你们两个人跟你不好吗？他更好，你也不坏，好不好？他更好。我跟你讲，这个合理。我会认识萧景田是单一夫带我去的。哦，是吗？什么叫带你去的？去他办公室啊。那时候在跑立法院，他当立委啊。OK，有问题吗？我是这样的认识萧景田的。可是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会请那个什么魏平正？魏平正，因为我觉得事情没有很复杂啊。谢玉凤就算要选，你家里不支持，你怎么选啊？内乱啊！他跟他弟弟每天演一出戏，这样就当选了。是这样子吗？我补充一下。然后呢？以前他是党部主委，党部主委现在要换人了嘛？萧景田接了嘛？对啊，对，换了。对啊，萧景田也有钱啊。其实萧景田跟他阿公他们以前都熟啊。对。那萧景田也有钱，党部萧景田养不是问题啊。这一局只有一件事情啦，就是陈树岳会赢嘛，所以会空出一席立委补选嘛，园林田中嘛，这一席立委补选国民党要拿嘛，国民党丢掉一个县长，然后去拿一个补选的立委。对啊，小平，你们立委对地方来讲，那个立委才是真的嘛。小平，你们这算盘怎么打的？不，第7都哦，不，我们100多万人口，没有他不会赢的嘛。那个叫摇摆州，对不对？叫决战东台湾，对吧？中部嘛，彰化跟台中市。好，我就把这个我知道的小秘辛在你节目讲一下哈。又有秘辛，有。然后呢，这个上下一心民调唯一能赢的目前就是谢宜凤，这没有问题吧？但他们家重男轻女，他弟弟的那个叫做自走力量超乎想象，好不好？因为谢铁林，我就是要选议长。那不可能，我提名县长加议长，都你家，那全倒了，长官怎么可能嘛？那就反弹。那所以在议长跟县长中间，大人选择了议长，选择了男生不是女生。我知道的小秘辛在你节目讲一下哈。又有秘辛，有。然后呢，这个上下一心民调唯一能赢的目前就是谢宜凤，这没有问题吧？但他们家重男轻女，他弟弟的那个叫做自走力量超乎想象，好不好？因为谢铁林，我就是要选议长。那不可能，我提名县长加议长，都你家，那全倒了，长官怎么可能嘛？那就反弹。那所以在议长跟县长中间，大人选择了议长，选择了男生不是女生。好，我先讲我家庭因素。那所谓的选就是说，你先锋要选我不让你选了，弟弟要。可是他已经说他是成年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他选举需要去家里面爸爸妈妈什么同意这些吗？那意思就是听起来好像他就是要干到底啊，他不是要打破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钱很重要，选举没有钱怎么弄啊？说粮草很重要，那当然啦，谢凤什么钱？谢凤自己也有钱，好不好？对于他有小钱，可是选举那个钱是不够用的啦。好 ，OK， 好，再拉回来，然后他们就几个头嘛，然后这个李乾龙也下来，这种事就交给李乾龙处理啦。我说郑丽文啦，因为真的有点复杂。然后呢，你当然萧景田也去了。那开了简单的会，他们大人也在嘛，就结论说，那结论就陷入僵局嘛，因为国民党绝对没有对不起谢宜凤，是你家不让你选，这个一定要讲的非常，国民党举双手赞成，我们也是，但是结果如果是国民党会丢掉这么大的一个县，那就是国民党的事啊。所以谢宜凤讲说，这个如果我不选丢掉的话，党中央要负责，有没有讲错？好，那我把那个开会稍微描述一下开会，然后李乾龙，你知道这个你的好朋友了吧？点头，就萧景田跟你讲的是吗？开会的内容吗？好来，然后呢？然后说，就讨论说，魏平正是在场反对票最少的，就是风波最小的，就是赞成度没那么高，可是大家还能接受然后最后就敲了魏平正，可是李乾龙就有一点使出小坏心眼。那这个参北你接主委，就是你全部要负责啦，你要负责钱啦，讲白一点，你趁人家在
中国的时候讲人家坏话吗？这个没什么，我跟他也是好朋友了，不会啦。就那你不可能李乾隆新北子弹打到彰化去了，不可能，而且不可能嘛。而且参北跟李乾隆他们都是好朋友了，就是好朋友。参北跟那个魏家也熟啊，对，因为他也是社头出身的乡代表，都熟啦。魏平镇的妈妈接萧几田的社头乡长，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好，那最后好像我现在讲结论，最后就决定了就他，那就全力扛。然后那我就问那个参北说，那我们可以帮我们可以帮什么忙啊？他说这个需要你哦。我说为什么需要我？他说要打一场非传统的，就我是一个比较非传统的国民党。这个变种的国民党要打空战，对不对？对，要打空战。空战啊，现在打空战了。就他想打一些不同于陆战啊，那个产品他们很强的，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我们也不要空战，就一个新让魏明镇有个新的面貌来尬一下，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尬完有全县知名度的时候，刚好补选，省钱啊，还是在选立委的意思。你没有人这样子玩的嘛？OK， 你还要做宣传的，你要让不小心候选人名字都还讲错。来，三公最后30秒，这一仗当然，国民党会是一个大问题啊，国民党会是一个大问题。你真的说魏明镇家族里面，虽然在社头上面过去有从政的经验，但一句话，那个你们家里面也已经很久没有碰政治，尤其要打全县。对，你要打全县，南彰、北彰等等。第一个，当然萧几年跟王惠美啦，跟他们那个一些家，他们都不错。OK， 当然他这个主委能不能整个框起来？我觉得现阶段看起来并不太容易。那谢依凤选的话，谢依凤，透过人在拜托看找有没有金主的问题，可见这个他的粮草财力可能选县长还有一点落差，了。OK， 看起来的话，那选战当然随时在做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包括刚刚来宾所提到这几个县市，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那接下来今天政协会以后，那当回来以后，整个氛围在国内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